今天上午呀，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那现场真的特别精彩，我都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呀。主题呢叫做闪月8分钟，来参加的这个男女比例都是1:1的，大约有70多对儿。今天的表白还是蛮有意思，而且特别有意义大家一定要听完。就有一位男士是93年的，人家是一名体制公务员，身高有175左右，长相也不错反正蛮阳光的看着。他是最受女生欢迎的，这有8位女士就中意他。哎呀，反正我见了还是觉得男士确实蛮优秀的。这按照规则呢，他要从这8位里面选出3位女士来接受他们的表白。哎，这有意思的事情他又发生了呀。他选择的3位分别是99年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96年的钢琴老师，以及92年的部队文职干部嘛。这3位姑娘的相同点哎呀，也是男人们都统一的都比较喜欢的，就是身材好，长相也是倍儿漂亮。接下来主持人就让这3位姑娘呢，一人说1分钟去表白。99年的姑娘这个比较大大咧咧倍儿自信，说的内容呢也比较言简意赅，就说自己特别喜欢男士希望能够认识一下。完了，这个轮到96年的钢琴老师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害羞有点这个小紧张、小腼腆。说自己见到男士第一眼就觉得他会是陪伴自己走一生的人，那他相信爱情喜欢1家2人3餐4季的这种生活，说的就比较有文艺范儿。这男士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呀。这姑娘刚说完呢，现场就有点内卷了99年的姑娘就举手说哎呀，我刚才那个话没有准备好，我想重新再说一下。那主持人呢就让他再说了一次，这次的话呢就比较肉麻了。姑娘说男士呢是他喜欢的类型他愿意对男士好等男士老了之后推着轮椅带他看夕阳等等。最后一位92年的姑娘呢就比较稳重一点了毕竟年龄在嘛，对男士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想有一个普通的家庭，由1家2口到1家4口，希望能够跟你有一个缘分在这儿。就这样呢，3位女士是各自表白完由男士去选择了。谁知道人家男士就问主持人呢，我可不可以问3位女士一个问题？主持人呢就答应了。这个男士就问他们我想知道你们谈过几个男朋友。这当主持人把话筒给这个99年姑娘的时候这99年姑娘就说哎呀，你先让96年这个姑娘先回答吧。然后呢就是96年的这个钢琴老师去回答。他说呢自己大学谈了2位，毕业之后呢又谈了2位，这不一共4位接着呢99年这个姑娘呢就有那么一点自信并且小骄傲，就说我一共才谈了2位。最后到92年的这个姑娘的时候她就有点害羞就回答说我是母胎单身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对待感情呢都比较谨慎。说完呢，旁边这位99年这个姑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缺心眼就说你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对象呀。接下来呢，主持人呢就问这个男士想和哪一位在一起就去牵这个姑娘的手一起走过来。那如果不喜欢呢，都可以放弃，选择其他姑娘。男士呢就考虑了那么一下下径直走向了92年的这个姑娘，牵着手走到了主持人的旁边。剩下2位姑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下了台。主持人就问这个男士最喜欢姑娘哪一点？男士说简单单纯。台下男士哗的一片都在鼓掌。那有很多姑娘来找我找对象的时候都是想着自己条件越优秀这个长相越漂亮就越能够配得上条件好的这个男士。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发现就是当自己优秀了，反而那些优秀的男士却不选择自己。这男人找对象其实就看重那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情史，第二个是性格，第3个是有思想，第4是年龄和外貌。所以姑娘们，你在找对象之前首先要自爱，其次要多学会去理解他人，善解人意，有独立的思想和主见。这趁着年轻抓紧找。大家觉得这个男士选了一圈，选了一位比自己还大1岁的姑娘，合适吗？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位呢？今天呢，一位43岁的未婚女士跟我说她后悔了。我听完后是真的非常有感悟。她说的话呢，我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勉。希望未婚的伙伴们一定要听完。她说，曾经在24岁我谈过一个男朋友，2人谈了3年多，他对我非常好。
它也是我现在最后悔错过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只有20多平方的地下室里，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他发了工资都会带着我去买衣服，去吃好吃的。我们计划着攒钱买房结婚，那段日子虽然穷，但却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男友家是外地，而且家里条件差，在北京和我们老家那里都买不上房子，父母就坚决反对。我也觉得攒钱买房太难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来找对象。从27岁开始，我就不停的相亲，最多的时候一个周能见2到3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大多数都是我看不上对方，有感觉的条件太差，这条件好的呢，要么长得太丑，要么个子太矮。我就想找一个看得过去的，起码出门不至于别人说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吧。于是呢，挑挑拣拣的，一直到了30岁，我真的开始着急了，开始发慌。那一年呢，我遇到了一名同龄的船员，年薪20多万，有车有房，都装修好了且没有贷款，个子呢也挺高，我觉得各方面都凑合，我就开始试着和他谈恋爱，但却发现呢，他情商低，说话直，我生气了都不会吼，越谈越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没有话可说，感觉就很尴尬。我于是提出了分手。那一年呢，我妈骂我说我挑3拣4，可我也只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后面2年呢，我干脆直接摆烂，因为家里催婚催得我好烦，我干脆不想结婚了，摆烂吧，活着一天算一天。直到我33岁那年，母亲重病，临走之前呢和我说最后悔的就是拦着我，没有让我和第一个对象结婚。那个小伙其实他挺喜欢的，但是因为怕我结了婚吃苦，所以拒绝了。我听完呢，心里是五味杂陈，但是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我就跟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小伙。最后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开始悔恨，我已经33岁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挑拣拣？和谁过不是过呢？之前好多物质条件也不错的，如今人家都结婚了，我却还高傲的单身着。接下来的2年，我进入到了疯狂的相亲阶段，到处请别人给我交对象，各种婚介，各种平台，我能去我都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嫁出去，因为大多数都是别人嫌弃我年龄大了，我再怎么精致打扮，依然掩盖不了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不想找单亲家庭的，这是让我最受伤的，可是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后来媒人接二连三的跟我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想给我介绍了。接着呢，我开始找离异没有孩子的，结果长得丑的我还是不喜欢，条件差的我还是看不上，我再怎么劝自己我都做不到。最后我们这边的媒人都传开了，都不愿意给我交对象了。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我错了，真的错了，希望遇到一位有感觉的就可以，我也不挑了，也不要求什么物质了。39岁那年，因为出差遇到了一位聊得来的男士，离异不带孩子，我以为爱情终于眷顾我了，却发现呢对方有一个瘫痪多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我又拒绝了。直到今年我43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我才知道我活的是多么的可笑。当初遇到的那些哪一个都比现在的这些男士要好。我后悔的不是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而是我曾经过分的追求感觉和物质，导致我错过了很多。我希望那些正在相亲或者大龄的未婚姑娘听我一句劝，遇到一位对你还不错的，条件也可以的，能结婚就结婚吧。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缘分可以遇见，年龄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过了30，你就会发现你遇到的男人一个不如一个，不是让你将就，而是不想让你去后悔。希望你好好珍惜年轻的这段日子，找到幸福。今天呢，我拒绝了一个99年来找对象的姑娘。其实我现在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她的年龄真的很好，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她会有现在这种思想，择偶要求真的是非常敢要。这个姑娘呢是99年的，长发齐腰长相呢就是比较漂亮，而且看着也很文静。起初呢，我看到她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的，因为年龄好呀，但是我又特别害怕，因为这个年龄如果提的择偶要求很离谱的话，那就相当于一颗定时10年的炸弹，比大龄剩女比普信男那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果呢，就是你越担心啊，他越来什么。这个姑娘呢，就是去年刚大学毕业，现在呢也没有上班，在家里去备考那个老师。父母呢亲戚啊，就是催着她呀抓紧找对象。于是这个姑娘就跟我联系啊，这择偶标准呢一共是9条，而且要求是缺一不可。这第一条呢，就是净身高180以上，体重不能超过160。第二条呢，是年龄在25到28岁，事业有成者，年薪50万以上。第三条呢，是房子呀必须全款，在市中心，面积不能低于120平，而且是豪华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那种。这第四条啊，就是本硕以上学历啊，博士优先考虑。第5条呢，是父母家庭条件优越，本地有住房，身体健康，有退休，爱干净。还有一点就是穿着打扮要洋气。那关于这个呢，我还先问了他一下啊，为什么要求洋气呢？他说呢，奶奶带大孩子呀，如果太土啊，会影响孩子智力。这第6条啊，就是要求男士啊是长相帅气、好看，会疼人，会照顾人，会做饭，会收拾家务。后面几条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大概就是啊，睡觉不打呼噜，这个吃饭不吧唧嘴，爱干净，爱打扮，说话好听，情商高等等。具体啊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很多。还有一条啊，就是男士的皮肤要白，这个手指啊要细，会浪漫，会唱歌。以上这些要求是缺一不可呀。我听完当时的表情都是蒙住的，就是在现场我待了真的是有2到3分钟，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提这些要求。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外表印象就是那种很乖乖女啊，很听话也很温柔的感觉，但是我就没有想到他的择偶要求啊就是这么的不切实际。我有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提要求，他说自己啊足够优秀，而且配得上，说自己身材好，长相也漂亮啊，正在考老师，这个男人呢都喜欢找老师当对象。我听完了就劝这个姑娘，你把男人呢看得太肤浅了，你找对象只是寻求满足自己，却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能够满足别人。说的现实一点，满足这种要求的男人，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虚构。最后呢，我就委婉拒绝了这个姑娘。我说啊，先回去安心考试，考上老师啊，在社会上历练一下，再来找对象。最后我想说啊，不论任何人来找对象，你只有先看清楚自己，才会看清楚你的婚姻。最后保佑啊，所有的这个小精灵们，你们许愿的时候一定要切实际一点。我跟你们说呀，做红娘这么长时间了，我见过最多的就是后悔的人。怎么说呢？有句话叫做这个不好，下一个更好，对不对？但事实是呀，大多数都是上一个更好。很多人呢都栽跟头啊，栽到了下一个上面去了。大约5、6年前呢，我刚做红娘不久啊，就有一个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挺高，皮肤也挺白啊，长得反正挺漂亮的。曾经呢给她介绍一位男士，比她大了2岁，跑物流车的。这个每次2人见面啊，男士啊人家都表体贴啊，给女士啊带自己包的这个水饺，包括这个包子啊、馅饼、馒头啊等等，什么都有。平常呢他有空啊就去约这个女士出来啊，带她看电影啊、逛街啊、买东西。女士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啊，他都会啊帮忙。这个逢节假日啊，这个男士也会开车不远几个小时的车程呀，把她送回家。只要他发工资啊，就会给这个姑娘买衣服。姑娘想做什么，男士只要有时间啊，都会陪着。2人呢就这样谈了快1年啊，但最终啊，因为女方家里人的一句话，他就想分手了。那个时候呢，女方家里人呢就觉得男士的工作不太稳定啊，跑车呀，经常是2班倒嘛，不安全，赚的也不多，而且家里也是农村的，就提出啊，说是让女儿来分手，认识其他的男人。于是这个姑娘呀，就没打一声招呼，是直接删除并拉黑的这个男士。后来呢，她又相亲了3、4个，都不如啊这个男士对她好，很多呢她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最后呢，她就听家里人啊，嫁了一个这个工作也稳定、有车有房的男士，彩礼呢要了16万，2人呢就这么结了婚。她跟我说呀，这段婚姻她并不开心，因为男士啊也不喜欢她，对她呢也不是很好，彼此啊就是搭伙过日子型的。婚后呀，各自忙各自的，感情啊越来越淡，基本啊都是没有话说。这不到1年呢，他就提出了离婚，退还了男方彩礼10万呢，是净身出户。离婚之后啊，他是越来越后悔啊，错过了曾经的那位男士，想来想去啊，还是以前那个男士啊对他好。这今天上午啊，他就过来找我啊，我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变化还是蛮大的啊。他呢就问我这个男士结婚了吗？我直接就跟他说呀，我说男士已经结婚了，并且人家都有个女儿，
婚姻呢也挺幸福的，自己开了店做了生意啊，也不跑长途了，在城里啊也买了房子了。这姑娘听完呢就忍不住啊哭了好久。哎呀，我能说什么呀？我只是给她递过去纸巾啊，让她擦擦那后悔的眼泪。这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呀？我觉得应该是她经历啊后面那些迷茫不堪、荒诞不经的婚姻之后啊，发现没有男人像这个男士一样对她好了。其实后悔的本质啊，就是她没有遇到一个更好的人。这不是有句话说吗？自己选的路啊，你跪着他也得走完。我又不是神仙，你跟我说完后悔，我能哗的一下给你憋回去吗？我有那能耐的话，我先给自己花回去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是最适合做生意的了，倒腾镜子和后悔药。那镜子我就专门卖给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家里缺镜子的，这后悔药呀我就卖给那些后悔啊想吃回头草的。要是有大老板眼光好，看上我投资我呀，我有预感我能是下一个马云。越想越靠谱。一位女士呢，今年42岁，离异8年多啊，带个10岁的儿子，和我说呢想找对象。她外形条件啊确实是不错，这会打扮呀也表现年轻。那自己是卖化妆品的，这疫情期间啊，这个买卖不太好干，日子呢是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养儿子啊，每年的花销呀至少也在3万多。她现在呢是赚不出来，就想找一个这个男人结婚啊，和他一起来分担压力。那我就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跟我说呀，自己想找一个大2岁啊，或者是小5岁的男士，工作要稳定，月薪不能低于1万，市里要有住房，最好是学区房。男士呢，最好是未婚或者是离婚不带孩子。这最重要的一点啊，女士表示年龄大了，不会再生孩子。听到这儿呢，我就反问这个女士啊，你不生孩子又不允许男人带孩子，这男人和你结婚图什么呢？帮你养孩子吗？女士就说呀，我年龄大了呢，不能生孩子，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如果男方再带孩子的话，那我岂不是要累死？结婚是让我幸福的，也不是让我来受罪的吧？那与其受罪，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男人图什么呀？图我是女人呢？多少男人找不着对象，我带儿子说明我负责任，我儿子不是也得喊他一声爹吗？听完这些话呀，我是直接被这样的三观刷懵了。我就问他，那你结婚要彩礼吗？他说彩礼啊是结婚必须要给的，而且3金也不能少。听完呢，我就忍了忍啊，耐心的跟他说，如果你这样的择偶要求的话，那就只能找退休的男人，这孩子呢都可以独立生活了，也没有负担了，可以和你一起啊照顾家庭。我还没等说完呢，这女士就直接怼过来，说我故意讽刺她。她自己做化妆品生意的，会打扮，虽然40多，但是跟30出头的呀差不多，让她嫁给这个半身进了土的老头，怎么可能？而且这男人年龄大了呀，身体啊都会出毛病，自己还要照顾着儿子，再照顾着他，那这日子还能过吗？听完我就觉得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那都是屁话，再忍下去啊，我都能得乳腺增生。我就直接开怼啊，你是这儿不想要那儿不想要，光想着自己一毛不拔，占尽别人便宜，又想要爱情又想要物质，光想索取不想付出，你这不是找老公，你是找取款机吧？总说自己显年轻，你再年轻能比得过30出头的女人吗？人家能生你呢，发动机都漏油了吧？看你找对象那得寸进尺的要求和要彩礼理直气壮的嘴脸，我都忍不住一盆冷水泼醒你。在这个世界上呀，最不能做的就是占别人便宜。你今天占的便宜，未来的某一天呢，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倍的还给你。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别人当傻子的同时呀，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别人不知道。奉劝脚踏实地，先把孩子抚养好，婚姻懂得付出啊，再去索取。反正啊，我这话没说完，这女士呢就拎包就走啊，末了还说了我一句不靠谱。哎，上过电视登过报，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娘轩宇最可靠，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讲究人。一位姑娘96年的，年前给她介绍了一个92年的男士，这两人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这加了微信啊，两人聊天啊都特别尴尬，这聊不下去啊，两人就不联系了。去年年底呢，这个男士啊因为工作调动，就去了离女士啊挺近的一个地方。这一看这么近啊，这男士就约女士出来见面之后，这感觉他就到位了。单身姑娘走一走，精神小伙抖一抖啊，两人就这么看对眼了，就这么联系起来了。那从那天见面之后啊，男士是每天啊都找她聊天，这话题啊基本都是没话找话，就聊聊工作啊、生活之类的。周末呢没事，两人啊也会出来一起吃个饭，去看看电影。这姑娘说呀，自己性格呀本身就已经比较慢热了啊，但是男士啊是比她还慢热。聊了2个多月，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影，
从来不主动牵她的手。这个为了给男士制造机会，姑娘每次都故意去看电影，这个黑灯瞎火的嘛靠得又近，走路也是故意不看路。可回啊，这个男士就是老老实实的，他又纳闷了，难不成是不喜欢自己吗？他就越寻思越不是个事儿啊，自己是个女孩子，这主动去拉男人的手，这多丢人呢。他就语言加行动啊，就暗示男士啊。可是理工男的思维啊，就是你冷了给你倒杯水，不知道给暖和手啊。这最后啊，男士呢就跟他保持距离的又聊了2个多月。这姑娘实在是开不出口啊，这上个周啊就过来找我说她对男士啊就挺有好感的，这都4个多月了，这也没什么进展，说能谈就谈啊，不谈也不耽误时间了，怎么自己啊还热脸贴冷屁股了，就不讨好了呢？听完呢，我就答应这个姑娘说我去问问这个男士的意思。谁知问了人家男士呢，这个男士就说呀，那他也没有主动说喜欢我，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时间还不到，我就不敢靠近呢。哎呀，听完我就觉得好无奈呀，人家姑娘不喜欢你，和你聊工作都能聊4个多月，这原本一个慢热的姑娘硬是给你逼急了。你呢去买束花约姑娘吃个饭啊，表达一下心意。接着这男士就说了一句，那还用买戒指吗？哎呀，我的内心啊，真的，要么是让相亲互相看不上的给愁死了，要么让相亲看得上不会推进关系的给急死了。买戒指干啥呀？你又不是去求婚。这男士呢后面就答应了，谁知这个事儿啊，他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这个周末啊，男士买了花，买了蛋糕，哎呀，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那个蛋糕的意义在哪里啊？又买了这个戒指，真的是去求婚了，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哎，结果人家姑娘还真同意了。这姑娘就说呀，这个男朋友啊虽然慢热，但是还挺可爱的，就是越看越讨喜的那种。这个人呢也踏实，工作啊也比较努力，这个结婚就结婚吧。说着呢，这2人就约好了这个5一啊回家见见父母。你看这个最后想说呀，男士们单身在外呀，缺少关爱，少喝点酒，多吃点菜，遇到姑娘能爱就爱，勇敢争取，别怕失败。这5一啊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啊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啊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2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5一当天。这1周之前呀，这个新娘的闺蜜啊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啊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啊就跟新娘说啊，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啊，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啊，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哎，就这样，2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啊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啊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啊，4人呢就白天啊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呀，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啊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啊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啊，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2人就在这个车里啊，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哎，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啊，新娘啊就开始陆续啊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啊，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啊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啊，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啊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啊，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啊，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啊，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啊，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啊，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呀，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啊摔门就走了。
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五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呀，她只是出去玩了1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1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有一位男士29岁，相亲认识了一个31岁的姑娘。虽然姑娘年龄大点但是也算是盘量调顺，看着很好。这男士又特别有自信哎呀，自己年轻又帅气嘛，条件还不错，985的硕士研究生这姑娘才是一个普通本科，他就想着这1个月没问题，肯定能拿下。于是是早请安晚问候的，天天就差追这个屁股后面去了。哎呀，一到周末就约出来，那显得是老积极了可这姑娘呢，就是不温不火，你不约她，她不出来；你不发信息问她，她是不带回复的。哎呀，一问吃什么，随便去约会吧，看时间，给她送点东西还得看她脸色。哎呀，这1个月这舔狗当的是直接没了尊严了。这姑娘呢，就有个闺蜜28岁，这个男士工作不顺，她就主动关心，帮男士是出谋划策追他朋友没事呢就请这个男士出来吃饭，主动嘘寒问暖，节假日呢还主动发红包送礼物去慰问这个男士。哎呀，这男士就追这个姑娘1个月之后突然是招呼都没打就拉黑了她，转身就跟她闺蜜好了，把这姑娘气的这姑娘知道之后就骂这闺蜜是第三者绿茶，明知道这男士在追她，还主动去勾引这个男士，不爽去找我告状，说自己其实也是喜欢男士的，但就觉得这男士才追了1个月还不够努力，应该再追几个月他才能同意。听完我是真的无语让我直接给怼了回去。你这不是该吗？这不是作的吗？哪个男人不喜欢愿意主动关心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好的，认可他的女人？被别人挖墙脚，那也是你自己作腾的。为什么很多男人都吃绿茶这一套绿茶的优势不是在于说长得漂亮，身材有多好，她的优点在于她不像某些相亲的女孩子一样高冷，她会去主动对男人好，耍些小心机，对吧？对男人去投怀送抱，时不时的鼓励赞美吹捧安抚这个男人。那男人的核心情感需求就是这些那被鼓励，被崇拜，被认可，被理解，这些绿茶都做得会很好。抛开他们的道德素质，要是你的话，你会不喜欢那些能理解你对你好的人吗？你会去喜欢那些整天端着啥也不付出，还指望着别人去主动去追去舔的女人吗？相亲市场有时候确实是太现实太冷漠了，很多女人总是去给男人很多的压力认为男人就是要追我的，欠你的吗？这聪明的女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会撒娇，认可男人，主动去关心问候，说话也是轻言细语这个温柔软糯，哪个男人不喜欢？被挖了墙角就说人家是绿茶，你得反思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年龄还一直被剩下？记住不是绿茶太优秀，而是对方是衬托的太好了。好多的相亲女理所应当的去享受对方对她的好，也从来不夸奖这个男人，就一副你跟我相亲你就应该追我这样的高冷态度。礼物呢买的不好嫌弃廉价，红包发的小呢又嫌弃太抠，很少去表达赞美和欣赏对方，不懂得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看到的只有对方的缺点和不足。我呢也不是在夸奖绿茶，而是你需要从问题看到本质。当然呢可以指责绿茶挖墙脚不顾及道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从绿茶的经验当中去提升自己。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要把绿茶的技巧学以致用。当你们的感情很好的时候，你觉得绿茶它可能会有机可乘吗？男人呢也是有脆弱的一面不要总是因为这个性别偏见误以为男人就不需要关心和鼓励。绿茶呢正是拿捏了男人这一点才能够趁虚而入。人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拒绝不了别人对你好，你也拒绝不了别人对你温柔的，温柔是很有杀伤力的。这种包容和理解，就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你别说男人了，我一个女人我就会很吃绿茶这一套的。